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初印法的打薄教学，如何用滑剪的技巧让头发变得更轻盈，而且不会毛躁。在教学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，先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会使用到的工具。今天会使用到调亮的工具，主要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滑剪的剪刀。另外一个就是弯刀，这两个差别在哪里？就是它平放的时候，弯刀是有一点微翘15度的，滑剪的部分是平的，但是它打开这里都会有一个弧度，弯刀也是有的。所以啊，这两把你要选用哪一把都可以，只是弯刀的技巧，它在轮廓的修饰上会更高。那滑剪的话，它在弯度的调整效果也会比较好。接下来我们就请模特进场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它其实是有一点蓬松的自然卷，但是它自然卷是不严重的那一种，它的头发性扩张，就是比较容易蓬，比较容易毛，尤其遇到下雨天，如果这种头发你遇到下雨天，头发是非常容易毛，因为湿气的关系，而且我们台湾海岛型气候啊，我们在做调整，记得这种头发不要用打薄剪去做，因为如果用打薄剪，它会更容易毛躁，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弯刀调亮的技巧。那刘海的部分，因为它的脸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的脸型的颧骨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帮它做一个8字刘海的修剪。所以今天教学啊，我们会先做调亮的技巧，再来做脸型的修饰。那因为它长度要继续留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动它的长度了，我们只要微调就可以让它整个感觉差别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。好，那我先教大家如何判断初印法自然卷跟要调整的发量。我们先把头发从耳朵这里分前后两半，分下来，你会发现前面的头发其实不会到很重很厚，那这边我们做微调就好了，做轻盈度跟线条。通常厚的都是在后脑勺这个区块，后脑勺下来枕骨到后颈部，你这样手抓进去。从下面这样伸进去，你会发现很厚很大一把。那我们主要调整的就是枕骨以下这个区域大发量要调整。调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调上部区这一段的空间，这样它堆叠起来，头发就会变得很柔顺，像细软发那种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一个步骤，先分区。分区的话，把它两侧耳朵前面的头发先夹起来，还有刘海的部分，再来。后面的部分分上下两区，那我们先开始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分区已经分完了，我们从耳朵上方这里分前半区，那耳朵后半部这边呢，我们再从一半分上下两个区域。那我们等一下剪发的时候踩直立分线，那去做一个调亮的动作，那这样可以让它空间制造感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先直立分线，分出来之后，我现在使用的是滑剪的剪刀，它中段这里会比较多的弧度。那我们在滑的时候，由下往上这样滑半圆弧出来，这样轻轻的滑动，这样就可以把头发制造出下短上长，这样头发就会很顺的往内一个弯度进去了。那我们再下一片，直立分线，分出来之后，看好哦，是由下往上这样。带出一个弧度，这样的效果。那头发呢？它会因为下面比较短，上面比较长，会有重量，它会这样顺的进去，这就是这样一个调亮的原理。那调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摸起来的轻盈度跟这边它就会差蛮多的。那我们就很像切西瓜的方式啊，这样放射型修剪，这样轻轻的划掉头发。所以你熟练的话，其实这动作技巧其实很快就可以完成的。然后记得啊，我们整个轮廓区外层跟下摆层都不要剪到，所以我这边就会留一些头发去做一个外轮廓的保留。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头发想要绑起来的时候，它刚好可以把你头发这样收起来，是不会影响到那种小分叉出去的。所以调亮就是在整个头发的里面内层去做调亮就可以咯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调整完了，这样它内层的厚度啊就会少掉很多，你就不会觉得它一大把了。你可以抓抓看后面这个感觉，差很多哎，比较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长度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长度没有变动，但是主要就是把你的空间再拿掉一些，这样调掉，它后面就变得很轻薄的感觉，而且不会毛躁哦。好嘞，我们再往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上区放下来，在顶部。预留3个指节，3个指节这里分起来，
不要剪，这一区是最表层的厚度跟长度，这一区不要动到，不会影响到你整个效果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动到，它就很容易毛起来，所以预留3个指节之后让它盖下来，效果才是最好的。那我们这调亮方式一样，直立分线，90度提拉。90度就是头发跟发根垂直90度，那我们由下往上进刀。那我现在下刀的位置啊，在发根距离4个手指头，所以是发中的位置去做下刀。这样，因为头发中层的长度会更长，那你如果再从太发根的话，头发是很容易这样往外长的，所以你从发中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往下跑。这样每一层起来堆叠起来的效果才会达到最好的一个修饰，那也不会让它头发变得特别的厚重或特别的容易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预留4个指节，从这里开始下第1刀，这样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如果一开始在做滑剪练习啊，我建议大家先用假人头去练习这个手感，不要先拿真人。因为真人很容易，你下刀如果太大力，这一片头发就被你剪掉了。它是这种很轻薄的，这样轻轻的滑。所以要记得，就是你拿掉了只整个头发的20% 的线条，所以你保留了80%的头发，但是可以制造出更好的一个效果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往外直立分线拉出来，然后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空洞比较多的就不要调整了，像这一块比较厚重，这一块比较厚重，中间这里不会那么多，我们就避过这里，就调下、下、上，这样中间这里就不动到的，这样起来它均匀度就会比较好了。那我们在剪最后一片的时候，记得外轮廓这一区一定要保留起来，因为这是转折处。比如说我们之后长长要绑，或者是我们放下来做造型。最外面这一层，它其实会影响到整个头发的一个线条，所以这一层一定要保留，不要动到它，只要调它的内层就可以了。稍微发中做一点调整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使用外轮廓的修剪，我会改用弯刀。弯刀主要是我要制造出它发尾末梢这个内弯的效果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拉出来，在顶部区往外的方式，在发尾端用弯刀这里去带出这样一个去角内弯的效果。这样它的内弯啊，自己回家整理，效果就会特别的好哦。就像这样，看好，往外到尾端的时候，用弯刀这个头这样去掉，在调的时候到发尾这里，尾段去掉，这样它头发啊拿起来之后，你会看到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内弯的一个效果，这内弯会非常的明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后面整个调亮完成，你会发现啊，它内弯的弧度更明显，而且它的轻盈感啊是不会那么厚重的。我们这样整个抓起来的感觉，其实会变得比较轻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就是两边的调亮，因为两边其实刚才看到发量没有到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只要用弯刀在中尾段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调整就可以了。弯刀就顺着发流的内弯去走一个弧度，弯刀调出来的弧度会更明显，因为它前端是弯的，所以呢，它这样吹干放下来，它这个弯度会更勾，这个勾形会更明显，所以我才会把弯刀运用在两侧，因为我希望它两侧的轮廓更好整理。调整完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它这个往内勾的效果会更立体，这就是属于为什么外轮廓跟两侧我会改用弯刀的原因。它可以把这旁边的线条勾得更明显，这样回去整理啊，只要吹干，那手指头稍微夹一下，这个弯度就可以吹得很立体了。那我再示范另外一边给大家看，另外一边我们一样直立分线，那提拉90度起来，在尾段这边稍微做一点弧形的调整。这样你会发现它出来的这个弯度是变得更轻柔，然后弯度是很灵活的，是比较明显的。然后往后一点点下一片，在尾端这里做一点调整，你会发现它勾出来的头发其实是很多弯度的，这就是弯刀出来的效果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调亮啊，不管你用滑剪用弯刀，都可以做到这一种调亮技巧的整理。
好，那这样整个调亮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剪刘海咯，一个8字刘海，我们先决定前面一个小三角的区域，先把前端的三角区划分出来。这三角区其实我是依照它的脸型，让它放下来，刚好啊可以盖到它整个眉毛的宽度，但是我们并不会剪到这么宽，我们只会剪中间这一段为基准长度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拉下来。碰到我们的3根的位置，大概眼睛前面的位置，直接剪一个 A 字形，这样一个简单的小 A。好，这个长度剪完之后，我们再往旁边做连接。那旁边如果不会连接的同学，你可以先设定一个长度，我会拉到嘴角的位置，就是嘴角这个位置，直接把它剪掉。抓到这个嘴角的位置，直接平剪修掉。好，那修完之后，我们才要来做连接哦。从两侧对到中间这里，旁边这里我们直接衔接上来。我们这边是剪到嘴角的长度，这边是在眼前嘛，最旁边最长的位置接到最短的位置，像这样做连接上来一个斜度，这样接弧度上来就可以。那放下来的话，它两边刚好会有一个小弧形去修饰这2个颧骨的位置，有没有发现？那中间如果这一段比较长，我们再稍微往上修一点点。一开始剪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先预留一点长度，这样剪完才不会发现太短哦。那内层的长度确定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把上面的刘海放下来。好，那我们盖下来之后啊，把分线稍微梳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修的，因为内层的长度已经确定了，接下来要修的就是刘海的整个面积。我们先把我们要的刘海要保留的都先夹在旁边，那这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修饰的长度了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都夹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刘海梳顺，一样的方法做衔接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抓到嘴角，因为这个旁边的长度比较长嘛，我们可以抓到下巴的位置，在这里做一个修剪，在下巴这个位置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先抓最长的长度先取出来，长度下巴在这边修剪，但大家在剪的时候注意不要剪到下巴了。好，剪完之后长度两边都确定了，我们再做连接。好，我们这边是我们要的长度，这边是刘海，我们直接修剪，然后做一个往外的内弧度，这样它就有一个由长到短，这边是短刘海的效果，那它旁边就会这样弧的下来修饰脸型，刚好下来修饰到下巴这个位置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直接拉过来，然后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长的位置，这边开始就比较短。我们直接在这里做一个连接的动作，往下滑下去，然后到最尾端的时候，这里要稍微停一下，这样会一个弧度下来。你看它放下来的感觉，它这边刚好就会有一个弧形过来，去修饰这个我们的颧骨，然后到下巴这样。好，这样的造型剪法就完成了。最后我帮他把头发稍微整理一下，让大家看造型后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剪裁造型完成了，他头发啊，我帮他稍微夹顺了一点点，让它弯度比较明显。主要是刘海的部分，它这样的修饰效果就会比较好。那我们特写给大家看一下，刘海的长度啊是刚好在眉毛的位置，那它两侧这边刚好去做一个颧骨高度的修饰，这样分下来的感觉啊，在修饰度上会比较高。那我们两侧的一个厚薄度啊，它就会变得很轻盈，你会发现它的空间感是很明显的。所以你不管是这样拨，还是做一点腮耳后的动作，这样的轮廓修饰啊，效果都会很好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你这样轻轻一拨啊，它头发就会变得很滑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因为你内层的重量被调整了。那我们在刘海的修饰上啊，侧边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弧形下来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这样整个造型完成，你会发现这样的刘海啊，让它整个的感觉有没有变得更年轻呢？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重点的讲解哦。两侧的长度我们先做分区，从耳朵前跟后面做2个区域，在后面的部分分上下2区。在调亮的技巧上，我们全部都是直立分线，然后90度提拉去做一个滑剪的动作。那整个完成之后呢，两侧
跟顶部区，我们在外轮廓做一个调整，让它内弯程度高一点，更明显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最后就是刘海啦，刘海我们先决定前面的长度，再决定两侧颧骨跟下巴的长度，做一个连接，这样这造型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教学到这边结束了。对今天影片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